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根据中医经络学说，人的五指间各有经穴，分别与内脏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有一个指尖感到特别疼痛时，表示与此经穴相关的内脏已有了某种毛病，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有关联的。那先跟着小关一起来做个简单的小测试吧。手部小测试第一步，举起你的左手或右手放于胸前，攥紧成拳头，坚持30秒后打开手掌。打开后，手掌白白的颜色是马上消失呢，还是会残留短暂的时间？当紧紧握拳时，会压迫到手掌的血管，而这样的挤压动作会阻断血流系统流通，因此手掌会变成白色。变成白色的手掌，若能马上恢复原来的肤色，就表示血管健康。但是如果要花10秒以上才能恢复的话，就要当心是不是有动脉硬化的情形。测试第二步，将指甲的根部捏住，然后用力压并转动，从小手指开始，一个一个的捏，感觉有没有特别疼痛的手指，不同部位的疼痛感亦是身体的某个部位有毛病了。根据中医经络学说，人的五指间各有经穴，分别与内脏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有一个指尖感到特别疼痛时，表示与此经穴相关的内脏已有了某种毛病。这个测试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息息相关、相互关联的，而不同手指的疼痛所代表着的疾病是什么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小手指疼痛，小手指痛的人是心脏或小肠有毛病，靠无名指一侧的小指指尖叫少冲穴，另一侧叫少泽穴。少冲穴与心脏有密切关系，所以心脏病发作时，用力按压小指指尖，可使发作缓和些。小泽穴是小肠的经穴，小肠情况不佳，可用力按压此指尖。无名指疼痛，无名指疼痛可能是喉咙或头痛，在无名指三焦经上有一个关冲穴，感冒发烧时揉此部位即可。中指疼痛，中指上有一个中冲穴，位于包围心脏的心包经上，因炎热以致心脏受不了时，这里会感到疼痛。食指疼痛，食指上有与大肠相关的商阳穴，有便秘现象而压在这个部位深感疼痛者，大肠可能有问题。拇指疼痛，拇指中少商穴与肺息息相关，如肺有疾病，压这个部位时会痛得跳起来。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上述的疼痛感，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刮手指的方法，可有效帮助你调理相应部位。1. 刮大拇指，可调理心慌胸闷、消化不好。大拇指对应人体肺经，肺主纳气，如果肺脏不好，心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肺虚也易有脾胃虚弱的情况，因此大拇指对应心脏、肺脏和胃。当出现心慌、胸闷等情况时，可用刮痧板刮大拇指外侧调节肺气、心气和脾胃。如果家中没有刮痧板，可以用汤勺或硬币代替。刮痧时可以抹上一点食用油，以减轻痛感。2. 刮食指，可调理便秘、腹泻。食指对应人体大肠经，也就是大肠、胃等脏腑。胃肠功能失调，易出现便秘或者是腹泻的情况。而且中老年人的胃肠功能普遍较弱，很适合每周至少1次刮大肠经，也就是食指。3. 刮中指，可调理失眠、强心。中指对应人体心包经，心包经虚弱的典型表现就是失眠，还有晕车。无论是否有失眠和晕车的情况，疏通心包经都是对身体好的。有虚弱的调节，不虚弱的常做可以更强健。4. 刮无名指，可调理偏头痛、肩颈痛。无名指对应人体三焦经，三焦经不同，则气血不通，容易出现偏头痛、肩颈痛。同样，每周疏通三焦经，气血通则不再痛，气血通则身强体健。5. 刮小指，可调理瘦弱、易感冒。小指对应人体小肠经，小肠经不通畅，则会影响营养的吸收，长久积累易营养不良，轻者脱发，重者身体瘦弱、免疫力低，易感冒。所以常疏通小肠经，可帮助吸收营养，使进补的食物最有效地被利用起来，提高免疫力，营养头发，强身健体。注意，手指的4个面都可以刮，也可以重点刮一侧。除了上述这些调理效果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按揉手指的方式，有针对性地治疗身体存在的部分疾病。
一、按揉左手小指针对高血压。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有高血压的疾病，高血压的患者会经常出现剧烈头痛、呕吐、心悸、眩晕等症状，严重的时候还会神志不清、抽搐等，并且还会发生心脑、肾脏等器官的病变。此时可多按揉一下左手小手指的根部，能缓解高血压的症状。二、左手小指关节针对心脏病。心脏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循环系统方面的疾病，这种疾病能很明显影响到患者的劳动力，而且心脏病在发病的时候会出现呼吸困难、心悸、咳嗽、肿痛、水肿、少尿等症状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心脏病患者就可以经常按揉一下左手小指的三节关节，能有效地缓解心脏病的症状。三、按揉左手拇指防肝病。肝病主要指的是发生在肝脏上面的病变，包括乙肝、甲肝、丙肝、肝硬化、脂肪肝、肝癌和酒精肝等多种肝脏疾病。这是一种伤害性比较大的疾病，所以肝病主要就是以预防为主的。肝脏是我们身体内最大最重要的消化器官，也是维持生命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排毒解毒器官。所以平时我们可以经常按揉一下左手拇指的根部，能很大程度的预防和缓解肝病。四、按揉双手无名指针对耳鸣。耳鸣的病因比较复杂，大多数人出现耳鸣的症状是因为自身压力太大，或者是其他疾病的并发症。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可以按揉一下双手无名指的3个关节，就能有效的缓解。五、按揉左手拇指关节针对糖尿病。糖尿病主要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质的疾病。高血糖主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，或者是其生物作用受损等引起的。糖尿病会损害患者的眼睛、肾脏、心脏、血管、神经等。所以说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多按揉一下左手拇指上的2个关节，能帮助控制血糖，起到缓解糖尿病的并发症作用。六、按揉双手食指针对痛经。痛经是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，也是很多女性心中的痛。痛经严重影响着女性朋友的生活质量，而且痛经还会伴随着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头晕、乏力等症状。情况严重的时候，还会出现面色发白和出冷汗等。针对痛经的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捏一捏双手食指的3个关节，就能有效的缓解这种情况的发生了。最好在月经来临之前就开始按揉。七、按揉右手中指针对眼睛疲劳。眼睛疲劳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眼科疾病，也是很多白领的通病。眼睛疲劳所引起的眼睛干涩、酸胀、视物模糊，甚至是视力下降等，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。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常按揉一下右手中指的3个关节，就能有效的缓解眼睛疲劳的各种症状了，效果甚好。八、按揉拇指少商穴针对肺炎。能引起肺炎的病因有很多，主要是由各种细菌、病毒、真菌等引起的。肺炎的起病比较急躁，而且肺炎的典型症状就是高热、咳嗽、咳痰、胸痛、呼吸困难等。少商穴是我们身体肺经的最末的一个穴位，在拇指上，肺经的精气传入大肠经的起始处，就能帮助缓解肺炎等疾病。我们还可以用棉棒来按揉这个穴位，动作不要太用力就好。9、按揉食指商阳穴针对手指麻木。商阳穴在食指末节桡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处。这个穴位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井穴，能缓解生活中常见的手脚麻木，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是非常有效的。10、按揉中指中横穴针对疲劳。中横穴位于中指，对于心包经以及五官、肝脏等，经常按揉这个穴位，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由于压力大而引起的身心疲劳，养生效果是非常棒的。11、按揉无名指关节冲穴针对结膜炎。这个穴位在无名指末节尺侧，距离指甲根角0.1寸处。这个穴位主要功效就是泄热开窍、活血通络，可以有效的缓解结膜炎及其并发症。这套简单易行而且好处多多的通络法，您学会了吗？千万不要偷懒哦！每周1次，可以帮您疏通经络更长寿。
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